咪，今天呢是大家最爱的开价单元，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Catrice 的秋冬新品。那他们家的秋冬新品呢，走的是一个现代奢华路线，所以你会发现包装上的质感是更上一层楼。我觉得这个开价越来越厉害了，因为 Catrice 他们家我之前其实也有买来开箱跟大家分享过，然后也有分享过好几次他们家的彩妆。我觉得包装质感上真的是有越来越提升进步的趋势，但是价格一样是不变的，大家可以放心。那今天呢，我就会用这些新品，然后做试色，然后还有画出脸上现在这个妆容。有觉得我今天的妆法很符合那个现代奢华的主题吗？那如果想看这些新品到底好不好用，然后用起来的效果如何呢？我们就一起看下去吧。首先第一样新品呢是这个红酒特调眼彩盘，这个包装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眼熟，就是他们家之前卖的非常好的这个日落橘棕眼影盘的新色。那其实你要秋冬新品嘛，所以你会发现它的配色是稍微口味更重一点点，然后整体配色其实是蛮异国情调的感觉。然后你会发现它虽然叫做红酒特调，可是你不要觉得说哦好像颜色很重很难驾驭，其实不会，因为它是那种红色中再揉了一点点橘色调进去，所以你会发现它的主色调或是它的深色系稍微都带一点点暖色调的感觉在里头，所以我觉得就算是黄皮肤的人也是还蛮好驾驭的。在这盘的质地啊，主要是以珠光为主，然后带了2个雾面色跟1个打亮和修容，然后它的珠光啊，与其说是那种亮片感，不如说它是更像丝缎的那种感觉，就是它的显色力还蛮好，然后带有一点点光滑的质感。然后其中有1个珠光色是稍微带一点点亮片的，其他我觉得亮片感都没有到很明显。然后它的下面7个颜色的粉质，我觉得表现都不错，可是上面的打亮跟修容，我觉得粉质就稍微没有那么细致一点，所以我会比较着重在眼影这一块上给大家看。好，我们先用雾面的浅棕色去大面积的刷在眼窝做一个打底。再沾取这个铁锈红色，从眼中靠近眼尾的地方慢慢往前跟往上晕染开来。再用比较扁的刷子去沾取酒红色，从眼中到眼尾的地方，然后眼下画一个7字形。加上睫毛膏跟眼线，眼妆就完成啦。再来第2样新品呢是这个立体光影腮红。之前Catrice他们家的单色腮红我就分享过很多次，然后我自己觉得就是它上起来就是性价比很高，然后晕染效果也很不错。那这个光影腮红呢，它的质地更特别，它有点像是万花筒的那种几何图案的感觉，然后它会有混了3种不同的颜色，所以你在拿那个腮红刷刷的时候，你在脸上会有一种比较不一样的那种层次感的感觉。那新色出了2个，这个10呢10号它是比较带一点点桃色调，然后是比较怎么讲，比较像那种夕阳暖橘色的感觉。那这个20呢，它是比较偏向干燥玫瑰色调。那我们今天就用20来上妆，你就直接刷子这样去沾，然后因为它的显色力蛮好的，所以你在刷的时候记得就是稍微匀一下粉，然后刷在苹果肌的地方。轻轻的刷上去，它就会有一个自然的红晕感。那你记得这个力道不要太重，因为它的显色都算蛮好的。然后你可以再用轻拍的方式在中间，让它多一点点层次感。接下来呢，是我这次私心最喜欢的一样Catrice新品，是这个大理石玩色修容盘跟大理石玩色夹彩盘。首先呢，大理石控一定要先收集起来，因为它的包装做的真的很美，就是一黑一白的大理石包装，然后它是做这种磁吸式的设计，我觉得很像那种欧美彩盘的那种风格。好，那我们先分享黑色大理石的玩色修容盘。它打开来呢有个镜子，然后里面3个色调呢是以香槟色去调制而成的。那比较浅的2个打亮色啊，其实中间这个就是大家很常见的那种比较暖的珠光色调。然后最左边的这一个其实它是稍微带一点点冷调感的。这2个颜色我觉得都非常的实用。那右边这个可能有些人会想说，好深哦，我很难驾驭。其实你第一个可以把它当做那种古铜色的修容，或者是你可以拿来当做眼影，因为它的那个光泽其实是还蛮细致的，所以你可以拿来当做那种眼皮打亮色去用。那我今天就用中间这个打亮色来帮大家示范。先看一下脸上现在还没有上打亮，没有什么光泽，看到吗？就是那道光。打了一个 spotlight 的感觉，然后你可以先刷上去之后，再用打亮刷去慢慢把它晕开，让你的打亮是边界更自然。那你可以局部点缀在，譬如说你的鼻头或是唇峰的地方，是不
就是超级无敌闪亮的。那我知道一般人打亮最怕什么，就是显毛孔。我觉得这一盘啊，这一个打亮真的，它的珠光算是很细致的，以它这个定价来说是 CP 值非常非常高。所以如果你想要买一个价位相对便宜，然后质地就是又不会粉质太粗的打亮的话呢，一定要收这一盘好吗？那另外这个白色大理石的玩色夹彩盘呢，它的配色是2个珠光的打亮配上一个腮红，然后这个腮红色啊，我觉得它真的非常的像 NARS 的那个高潮腮红的色调，所以我觉得它应该可以算是开价版的高潮腮红吧。然后它整体的配色呢，刚刚是香槟金，这个就是比较带粉色调，所以这2盘我觉得配色其实都蛮实用，就是看你自己平常使用的习惯。只能说像是摆在化妆台上这样，真的还蛮美的齁，质感很好。最后一样新品呢是这个特务印象持色唇膏，这支唇膏呢总共有出10个颜色，然后它名字就叫特务印象嘛，它基本上就是那种雾面的唇膏。可是呢，它因为添加了那个洛梨油跟橄榄油，所以你一画上去的时候，你会觉得，它虽然是雾面的，可是它的那个质地是不会有干的感觉，然后你会发现它的显色度跟延展性都非常的好。然后味道是那种有一点点奶油塑胶甜味的感觉，如果你很介意味道的话，我还是建议你去现场试闻看看。再来，这支唇膏让我第一印象很深的是它的唇膏色号的命名，它就是有点用上班厌世语录来帮这些唇彩命名中文色号，像里面有什么人生好难啊、不想上班啊、拒绝加班，我就觉得还蛮可爱的这个想法。那我今天用这个其中的4040这个颜色来上，因为我自己还蛮喜欢这个色号的。题外话，给大家看一下，在擦之前，它的唇膏膏体还要做小的品牌刻字，就是以开价来说，算是很精致的小细节。就是未上唇之前，你会发现它画一笔就很显色。那我觉得虽然不会说到零唇纹，可是我觉得它还是有一点点修饰唇纹的效果，所以我觉得它是比较属于滋润型的雾面唇彩。那除了我今天帮大家试唇上的40号之外，我觉得像它的30号是有点带奶茶裸色，或者是像那个90号是比较偏向干燥玫瑰粉色，我觉得都算是蛮好驾驭、日常好用的色号。那其中我觉得这10个色号只有20可能是稍微比较挑肤色，其他我觉得就是看你自己喜好去做选择。那至于持久度部分呢，我觉得它算是中上，它的喝水不太会掉色，可是如果吃东西有油的话，还是会稍微有点点掉，但是不会到颜色全部掉光光。我觉得持色度表现算是还不错。总之就是你知道，一支199的唇膏，以这样子的性价比来说，表现已经是非常非常好了。好，全脸完妆。那今天分享所有的 Catrice 新品呢，都会在10月9号上市。然后刚刚大家有发现我上妆的时候拿了一个这个大理石的手拿镜吗？也是 Catrice 这次的屈臣氏独家活动。那我再把它的活动放在下面资讯栏，你们可以去参考。它算是一个满额赠的赠品，然后送完为止这样子。那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次的分享，要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然后别忘了喜欢在这边的话，帮我就喜欢，然后记得订我的频道，可以点这边。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